公司年会，领导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我喝多了酒，红住眼说放不下前任，同事八卦，让我讲点细节。主座上的老板脸色越来越微妙，你这个前任，该不会信任吧？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几个领导立马醒神，面面相觑。我趴在桌上，收获了婴儿般的睡眠，完全没听见老板问话。周围同事吃瓜欣起，努力咬我，别睡啊何秋，快继续说啊。我勉强抬起头，说什么？你前任家里很有钱，特别巨有钱。我张开双臂，他家厨房里、冰箱都有一排，全是别人送的狠货海鲜。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他是我高中同学。我含糊应声，兀自坐着缓了会，身体比眼睛先找到了镜头。我立马开始表情管理，却发现是主座的大老板，正偷偷摸摸杵着手机拍我。陈总，您拍我干嘛？陈初瑶长得好看，花边新闻不少，集团高管里，恕他被蛐蛐的最多，江湖人称二皇子。他上头还有个太子哥哥，结果1年前，太子被调走，陈初瑶接棒管理公司。按级别，我不够跟他坐一桌吃饭，但今天是年会，我又是去年营收前3的全领域主播，带货采访集团播报，指哪打啊？领导们为了表示嘉奖，允许评分优秀的员工同席。陈初瑶抿抿嘴，抬手示意我继续。没石磨，你继续讲，我也挺想听。谈恋爱这种事就不说了吧，丢人。我下意识往酒杯里扔了个圣女果，后知后觉想起来不是陪客户喝，又把水果挑出来吃了，酸酸的。陈初瑶嘶了一声，丢人。他似乎有些想笑，忍住了。跟你那前任谈恋爱很丢人吗？我摇摇头，不是嫌他丢人，是我那时候很失败，不应该啊。他引着话头，你要是失败，他为石磨要跟你在一起。我没吭声，他朝身边人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半醉的领导立刻起身，说要去其他桌串一串。见状，跟我同座的同事也陆陆续续溜了。我莫名其妙，决定跟着一块走。陈初瑶连忙抬眼，清清嗓子，走什么？你去年的成绩很不错，我们谈谈加薪。我一激灵，挪回座位，满上酒，顺着肌肉记忆地说谢词。谢谢陈总赏识，我干了。坐，你别喝了。他按住我酒杯，来讲讲。人鱼，你前任他妈怎么劝你分手的？骂你还是威胁你了？没有，他很和善。那会我大4，自从大2和任宇景确认了关系，每逢寒暑假，我都会去他那里住几天。他妈妈是在一个下午突然来的，我在沙发睡大觉，突然被敲门声惊醒，还以为是任宇景回来了，跑去开门，发现是个陌生的女人，和任宇景有3分神似。他看见我，没有惊讶，也并不像是来找任宇景的。我语速很慢地打招呼，阿姨好。小秋，你好。他微笑着，我们进去聊聊吧。我一下子就猜到了他的来意。他说他姓霍，港城航运的那个霍。他和任先生是联姻，两家在的行业正巧能互补合作，结婚多年也算和睦。任宇景是独子，或许任先生还有私生子，但任宇景稳坐钓鱼台，前提是他不犯浑，不被外人抓到薄弱处攻破。宇景的能力我是信任的，他不太需要靠结婚来保障自己。霍太太拢着手包，话头一转，但是呢，
联姻是个拉支持的方式，他不做，自然有别人做的。要是其他人发现他欺家弱势，想靠联姻找同伴跟他掰一掰手腕，就不好了。他每说一句，我的背就僵硬一分，如坐针毡。速战速决吧。我低着头，霍太太，你想我怎么样呢？他觑着我抠手的样子，仿佛有些怜悯。小秋，你上高中我就知道你了。那时候，于景在家总是一不小心就提起你的名字。后来我朝学校了解，知道你父母都封建，你是靠着扶贫办才从深山里走出来，又凭成绩挤进13中，很不容易的女孩子。你聪明，也漂亮，但做我们家的儿媳，不说多优秀，起码不能有太大的短板。原本我不想太快拆开你们，但于景要毕业了，你在国内，他不愿意往外走，所以啊，小秋，为他考虑，也为自己考虑吧。他打开手包，将薄薄的支票压在桌几上，我飞速擦了把脸，不敢抬头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就不送您出去了，可以吗？软软的披肩扫过我的毛绒睡衣，香味淡淡的，像寺庙的檀香。檀香味散了，他合上门，像莫来过。我去房间里收拾东西，一收拾才发现竟然有好多衣服袜子在衣帽间堆满了一个角。任于景随手给我戴的首饰发圈洗护用品，我养的花，买的抱枕玩偶摆件，没用完的卫生巾，根本不是最初一个行李箱就能装下的。我一边往箱子里塞，一边往外拿，看不出价格的首饰通通不带，洗护用品一定要拿。我自己住肯定不舍得买这么贵的。睡衣多带几套，那个羊绒披肩是一人同款，很长。买的时候任于景笑我个子小还非要耍酷，穿上披肩像只魔鬼鱼，也要带。他家的音响是我点的牌子，据说特别好，虽然真正到手后才发现是网上那些人吹过头了，但我还是很喜欢。可惜这个真的搬不走。阳台的花我养了2年，怎么办呢？换个地方，再用2年时间去养吗？我坐在乱糟糟的行李箱边，突然绷不住了。客厅外门扉开合，有脚步声，包装袋搁置在桌上的细碎响声。小秋，任于景在外面叫我，给你做饭吧。我没应声，他疑惑地自言自语，大概是瞥见茶几上的支票，步伐陡然乱了。卧室门被拧开，我家里谁找你？任于景的脸色很难看，捻着那张薄纸。我扭头看他，极快地用衣袖抹了把脸。好了，别哭，别哭。他半蹲着将我拢到怀里。谁来找你了？跟我说。他的指尖有点凉，衣襟也是冷的。我用脸蹭开大衣，埋进带着体温的毛衫里。可他的羊毛衫上也有檀香味。他们是一家人，难道我要拉着他，让他两头为难？我喘着气想退开，又被他拽回身边，指节穿进发丝，不由分说，按住我后脑压在胸前。说话，来找你的是男是女？多大年纪？他低着头，鼻骨抵在我额边，呼吸含着恼怒。我摇头，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何秋，你要跟我聊什么？分手。他目光严厉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随便放弃？我想说对不起，但是不敢。他说自己告白时想得很清楚，所以也希望我考虑好以后要面对的阻挠，再给他答复。我向他保证，说会好好和他在一起，但年纪太小，总是把阻碍想得很轻。真正面对那天，才知道一句话就足够否定所有。我退缩了，那他是不是在某一刻也会退缩？要不就分开吧。我对上他视线，
越说越小声。我怕你，怕你以后后悔，觉得我拖累。够了！任宇景将我打断，吞咽数次。高中3年我很少说话，一开始班里同学问我问题，我不吭声，只把解题过程写给他们。同学还以为我装，年级里叫我那个不说话装高冷的考试大手子。后来老师点我回答问题，次数多了，才发现我有口疾，于是我获得回答问题豁免权，默人为难我说话，只是偶尔会劝我要多开口练一练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回宿舍，洗漱时间很紧，我找不到空闲练习，也不愿意。和任宇景在一起后，才偶尔会张嘴，他总是会等我说完，哪怕我描述一件事，可能需要10分钟，他从来没有这样打断过我。我闭紧了嘴。何秋，他深呼吸，双手合住我的脸。你还喜欢我吗？我看着他，点头。那就不要提分手，就当为我好好练说话。我在家里陪你练。他用了几分力，听见了吗？我又点点头。他把我拉进怀里，收紧臂弯。乖。那天后，我们谁也没提起那张200万的支票。他请了住家阿姨打理家务，整天拉着我聊天。有时深夜醒来，听见他在阳台接电话，对面人语气大概不算好，他长久沉默着，低低应几句，通常第2天就会朝我道歉，说他去旁听高层会议，要出门几天。我看见过他桌上的资料，会议材料、行业报告、财务报表，机密程度不详，我不敢细看，只知道我可能确实拖累他了。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对着手机练，开一个语音聊天直播，不管有没有人，都逼着自己说话。有些进入直播间的观众被吓了一跳，大学同学在小树林里碰见我，也以为我的精神状态不太好，甚至有段时间，我的诡异直播间还被截图放在论坛上，讨论了小一阵。我在评论区挨个回复解释原因，没想到网友很体谅，还专程来跟我聊天，但好痛苦啊！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，有人鼓励，有人嘲笑，有人故意引导我念不好的弹幕。我说话还是磕磕巴巴，不小心念出低俗词汇的谐音后，直播间再度被封。我受不了了，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？还连累任宇景一起，长年累月的病症，怎么是短时间能训练恢复的？我想放弃了，但这回我没勇气直面任宇景。我抛开所有杂物，只带走了要穿的衣服，在酒店跟他提了分手。当晚他变回了绅士，坚持要和我面谈。我打开门，看见风尘仆仆的任宇景，满眼血丝，僵立着，谁都没说话。我忍不住眼泪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到最后，我说出了最流利的一句话：任宇景，我压力好大，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他紧抿着唇，问我，真的坚持不下去了，不可以再试试吗？我说，我好累。他将礼物袋放在地上，低着眼皮，真的这么痛苦的话，就算了吧。我蹲在地上，看他背过身。任宇景，他站定，侧目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也红了眼。我说，还可以做朋友吗？还会再见面吗？他轻轻笑了一声，有事可以找我。但我明白，他是说，他不会找我了。后来也确实，再也没有联系，分开都3年多了。如果他知道我现在口齿特别清晰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为我感到高兴。酒精让人想起旧事，虚幻的情绪冲上头，就顾不上现实了。我伏在桌上，完全忘了这是在集团年会。坐在对面的
是我上司的上司的上司。陈初瑶皱着眉拍我。何秋，何秋，醒醒！祖宗，该不会酒精中毒了吧？完犊子！任宇景要上门砍我了。我被摇醒，从曲起的手臂中歪过脸，露出一只眼睛看他。陈总。陈初瑶松了口气，递来纸巾，抬抬下巴，擦擦脸，哭成这样。不好意思，喝多了，比较感性，这9度数不低，真有点顶不住。我扯出笑，后知后觉。哎，陈总，我们不是要说加薪的事吗？他大手一挥，加50%，不过明天，不，后天吧，你得跟我去参加。一个跨公司交流会，我的级别够跟您一起参会。哎呀，就是简单吃个饭。哦，不对啊，后天放年假了，算3倍加班费。会上都是难得的大人脉，我看你上进才带你的。陈初瑶言之凿凿，我不疑有他，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他舒出口气，笑得像个得意的狐狸。我让司机送你回去，你好好休息，后天我去接你。我借着酒劲睡到下午2点，醒来坐在床边思考了半个小时。昨晚年会上我到底说了什么？记不完全了，但最后陈初瑶憋着坏水的表情是一点莫忘。他在男女关系上的风评不大好，今天送某个女明星上封面，明天和刚出道的妹妹共进晚餐。虽然没听说他和本公司的女员工有牵扯，还是头皮发麻。莫等我想出拒绝的理由，企业消息弹出来了，明天的饭局是给我一哥们庆生，你最好带份礼物，好好把握，兴许人家随便给个机会，你就能多缴几10万税。下午5点半，李密去接你，你们家常局，我就不去了吧。我昨天酒喝多了，嘴没把门的。陈总多担待，公司还有比我业绩更好的，机会要不给他们。我删完了推辞的话，窝囊囊，发了句收到。去洗漱完，才发现忘了问关键资讯。他那个哥们年纪是大是小，喜欢洋墨水还是老一套，性取向如何，一概不知。打开手机搜送领导的礼物，首页是几家购买过的店铺，围巾、皮带、公事包，价格都不高，是我现在不会选择的价位，但那时送给任宇景，他总是很高兴。我忽然有些恍惚，不久后也是任宇景的生日，他恰好出生在农历新年时，每年他生日总是跟我过完，再赶回家过一次。第2天回来，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都是亲友和任家合作伙伴送来的礼物。有人知道他正在恋爱，便讨个巧，送的都是热门新季奢侈品。他挑挑拣拣，把我能用的都装来了，还要卖个关子，不肯随便给我，非得我绕着他转半天，急得结巴说话。他才一抬下巴，慢悠悠交出行李箱。我坐在地上一个个拆礼物盒，任宇景屈腿靠在一边，慢慢的喝水。有喜欢的吗？我举出最中意的给他看，他认了一认，笑着，知道了，明年多和他们家聊专案。我说，你以权谋私。我生在秋天，具体哪天不清楚。他带来的礼物堆在一边，好像我也过了一个很好的生日。分开的这几年，我没有再给别人挑过礼物，也没有收到别人送的礼物了。从海量的物品里认真筛选符合对方气质、喜好、身份的东西，很耗费精神。我壮着胆子联系陈初瑶，陈总，您那位朋友比较喜欢什么？我按着准备。他说，都行。那就都行吧。我托人买了一方茶饼，只说要贵的，送茶叶总不会出错了。店主说我要的茶饼等级不低，店里唯一一块正巧被预定了。
另外的货需要时间调来，好在赶在饭局前送到了。我挑出一身半职业的通勤套装，拎着礼盒出门。陈初瑶的秘书已经等在楼下。我上车，下意识想问好，没现着人。李秘扫我一眼，找陈总，我们现在去接他。哦，好。我顿了读，李秘书，这种饭局都是你陪着陈总，陈总不怎么喝酒，不用人陪。我在车里等。那你知道这回陈总要见谁吗？这个不清楚。他缓缓降速，停在路边。陈初瑶恰好从一家茶店里出来，手上包装袋很是眼熟。我背上冒汗，低头看着身边的礼盒，总不会这么巧吧？陈初瑶拉开车门，随手将东西放在身边。我从内视镜里偷偷看，越看越头痛。一模一样的礼，这怎么送？视线相会，陈初瑶报了个位置，又问我：何秋，礼物带了？我回过头，慢慢将礼盒提起给他看。他笑得险些呛道：年轻人哪有喝这茶的？那您不也买了？我这是顺带拿去送他爸的。你是一点不上心啊，光顾着挑贵的了吧？陈总，男士礼物，一上心就越界了。袖扣、领带、皮带、手表，哪个不是贴身用的东西？真百搭还是烟酒茶？拐过十字路口，车在一处中式院落边停下。我提着礼跟上陈初瑶。餐厅包厢里，几人正闲谈，转脸瞥见我们，招呼着拉开椅子。我和其中一人对视，彼此都愣了几秒。庄丽看见我跟陈初瑶一前一后进来，眼珠子溜圆。我朝他点点头，心里忽然咯噔一下，在这也能碰上高中校友。我和庄丽不熟，打过几次照面，都是因为人与景，四下喧闹。来挺早啊，陈少，这回不迟到了。还带了个妹妹，换口味了。上回那个我记得不是这风格，咱聚一场，就你带姑娘。说真的，碗也收着点，就你整这么多花边，换我们身上腿都被打断几回了。陈初瑶吃声，有病去治，这是我员工。何秋，你的礼一块放那边桌子上。桌上的礼物敞着盒子，开了窗的翡翠原石、珠宝、马鞭、手表，2份相同的茶饼放上去，无比突兀。好不容易平息下去的起哄又卷土重来，怎么还送一样的？衣服要穿情侣款，送礼也送情侣款。庄丽，平时就你话最多，这会儿怎么不说了？庄丽神色一言难尽，半晌才挤出话：这个我不敢说。我坐在角落苦笑，这种场合还真是，不挨几句调侃都不算来过。廊外脚步声平稳靠近，周遭人突然开始迅速摸东西。门被推开那秒，礼花爆了满室，恭喜任少又老1岁。我顺着众人一起鼓掌，突然坐直了身子。谁？姓任。彩带纷纷落下，门口那人掸掸肩上礼花，半无奈半沉默。这把戏你们要玩多少次？隔着数年，声音已经不算熟悉，卸去几分清润，多出沉稳。我僵着脊背，面皮如蒸。任与景超都立在门边，脸色慢慢的冷了。一时寂静，席间人不明所以，面面相觑。任少过来坐啊。服务员守在一旁，等着接他脱下的大衣。我低下头，主动回避了视线。庄丽咳嗽几声，打着圆场：先坐吧，于景，有什么等会儿再说。半晌，他拉开椅子落座，饮了杯温水，垂眼觑着陈初瑶：不介绍一下？陈初瑶拍拍我的椅背：何秋，我公司最得力的主播，推什么火什么，带他来现见人。你们以后有什么业务多关照关照他。我适时起身笑笑，略鞠了一躬。
血，什么人值得你亲自带来做脸啊？我们是不是该叫一声嫂子？庄丽憋了会。你们别问了，别问了。陈初瑶清清嗓子，你们找我乐子就得了啊，别攀扯正经人。这真不是我女朋友。原来不是啊。任宇景头也未抬，我还以为快要喝陈少喜酒了。我盯着面前的杯盏，是演背景板，桌上人3两应声。那姑娘，对不住了哈，哥们自罚一杯。陈初瑶你也是，又不谈生意，带什么员工？对了，还没敬寿星呢。来来来，喝一个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哈。抢我词。任宇景来者不拒，将敬酒一一喝了。我听着笑语，总觉得不真切，脑中嗡然，有种刚起床的眩晕感。他的生日不是在新年吗？一圈人住下来，只剩我默吭声。陈初瑶轻轻踢我一腿，我从静默中回神，端着酒杯起身。我嘴笨，就祝任总事业有成，身体健康。任宇景已在座中，抬手示意身边人帮忙递酒瓶，将自己面前半杯喝完，重新倒满。他随手举杯，朝我一敬，一饮而尽。陈初瑶半开玩笑，一杯接一杯，平时莫羡你量这么大啊，可别喝多了。他按着眉心，口气淡淡，不会说话可以不说的。气氛诡异，又有人将话题抛给我。何小姐做几年新媒体了？2年了。才2年，成绩就这么好？那人微惊。大学有基础？我笑笑，哪有什么基础？那时候我说话都有点障碍，后来毕业去干了1年销售，才把话学得说通顺。庄丽一愣，你的学历做销售？席间人纷纷侧目。庄丽，认识，以前见过几面。庄丽解释完，看向我，怎么不找点轻松的工作？我自嘲，谁会要一个话说不利索的员工啊？每年名校毕业生多如牛毛，企业可以优中选优，要上进，能力强，精力旺盛，要乐于学习，会自我反省，形象好，气质佳，内向都成了大缺点，沟通能力差，进不了第1局。从前跟任宇景在一起，我给自己圈定了安全区，总觉得他不会不管我的，有他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既然有人兜底，为什么要辛苦自己？我每天都在逃避，毕竟做一件事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，但只要不动，唯一的困难就是下定决心。直到分手后，我开始面对自己的课题，话说不通畅，就等着找不到工作饿死。秋招、春招，毕业论文，毕业去向确认，催促就业。我每天对着新闻联播学习复述，放弃了秋招，春招再度失利，很快交完论文走向毕业，然后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员。穷途末路时，我翻出了分手那天任宇景给我的礼物，想卖掉，能换一点缓冲的生活费。打开才发现包装盒里是个稀有皮包和一张200万的支票，他妈妈给的那张早已经被撕碎了，礼盒里装着的是崭新的，以他名义签下的。他还是给我留了一条后路。我坐在逼仄的出租屋里，突然没绷住情绪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从我决定启用这笔钱起，就是分道扬镳，两不相见了。有了那些钱，我不用为生计发愁，于是找了一份当销售的工作，一面就被拒绝。我拦住 HR， 说我不要底薪，只要给我一个能开口的平台就好。成功留下，每天早上上班，公司都要求员工大声朗读工作目标，要像打鸡血一样亢奋，看起来不够狂野的，会被挑剔工作态度。我放不开，被点出来骂了很多回。早读完，回工位打骚扰电话，好的时候被直接挂断，坏的时候被骂得爹妈起飞。
每次被对面的客户攻击父母，我都诚心诚意地说一声谢谢。对面懵了，我就趁机推销一下保险，然后再被骂一句傻逼，挂电话。运气好的时候，还能靠着出单交够房租，再也没人嘲笑我说话结巴了。我跳槽，从助播开始干，靠着脸直升主播，工作要求更严，经常被观众和主管骂。一开始还会偷偷哭，但当我第一次月入5万，挨骂就没感觉了。我爱工作，我想要钱去填补花掉的存款，好像只要凑够200万，就显得我并不欠任于景什么。工作很忙，很少有空想他，我很想他。任于景专心面对着食物，我悄悄望他，挑拣着重要的节点，将过去几年理顺，如实陈述。不远处，艺人递了张名片，我朋友的设计品牌最近在做推广，何小姐要是感兴趣，可以联系她谈谈合作。我连忙接过名片，是珠宝行业内一个新锐品牌，受邀的推广大使都是知名富太小姐。按理这种合作我不能私下接。陈初瑶挑挑眉，抬举你就接了，不算私活。我双手合十拜了拜，小声谢谢老板。一转脸，恰与任于景对上视线，他垂眼看着手机，起身离席。我去打个电话，你们继续。寿星走了，氛围顿时随意起来，我不再能接上话，默默吃着饭。陈初瑶转向我，给你在隔壁另开一席，吃完打李密电话让他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陈总您慢慢吃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我拎包告辞，刚出门，包厢里爆发一阵哄闹，庄丽跳起来扑到陈初瑶身上，抓着衣领，气急败坏。好你个陈初瑶，我好心跟你讲故事，你把主角儿带来搞事是吧？人家何秋对他念念不忘，俩人见一面不挺好？万一于景还喜欢他，正好重新凑一对。你看他像是还有意思的样子吗？陈初瑶大声嘲笑。庄丽，你莫谈过恋爱就别叫。我说他俩包能成，你信不信？几道认不出的声音混在一起。不是，你们说什么呢？什么叫还喜欢？刚才那是任少前女友，脑瘫巧设前任局，哥们误上断头台。谁刚开他玩笑，赶紧去给人家道歉哈。要我看是已经没感情了，那最好是交谈声渐弱，转为推杯换盏。我扣好外套，走进风里。南方沿海的冬天不难熬，略有冷感。拐过长廊，任于景立在不远处亭子里，闲闲撒着鱼食。天已经黑了，温度比白天降下不少。他那件大衣一定顶不住风。我花了半分钟，犹豫是原路返回还是继续往前走。他似有所感，侧目望来。我说：任总怎么不进去？他余光掠过我。我在，你不自在。突然见面，难免尴尬的。所以我出来。陈总说朋友生日，没想到是您。我咽下剩余的问句，贺礼送到，我就不打扰您和朋友聚会了。他慢慢捻紧鱼食口袋。新年我要出国，生日他们提前给我过。你送了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我恍惚片刻，回答道：茶饼，和陈总一样的。我不爱喝茶，是我送的不巧，您父亲大概会喜欢。我是说，我对这份生日礼物不满意。他掩上衣襟，转身面向我。我无意识哑了声音。那我重新选。他自喉中轻应，算是默认。一时无话，我又想告辞，却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站住了脚。任于景，他一读，侧过脸。我刚才把我前几年的事都说完了。我说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告诉我的？风把头发吹得乱飞，我努力理顺刘海。
也不敢确认他有没有听到。你是要回家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的态度比在饭桌上软化了许多，近乎称得上温柔。我愣住几秒。啊，走吧。他熟稔地拢住我肩头。送你。我在心里反复告诫自己冷静，脚却不由自主地跟在他身后，坐上那辆熟悉的座驾。隔板升起，暖风迅速融入空气。他脱下大衣，随手叠放在身边，醇厚的烈酒气息晕开。原来是喝多了，心软。不知道明天清醒过来，他会不会后悔自己给好脸色给多了。我看向窗外，缓解目色，不可控地开始想念那个可以贴在他怀里的自己。我以为思念在见面后会缓解，实际却是愈演愈烈。冬天是很适合拥抱的季节，暖气开得太足会脸干心燥，开得不那么足，就避免不了凉意。寒假见面，有时在他的城市，有时在我的城市。当时我住的地方没暖气，洗完澡会冻得嘶嘶嘶吸气，小跑着跳进床里。人与景睡得早，总是半夜被突然拱进臂弯里的我冰醒，一边闷哼着睁开眼，一边伸手摸我的脚。怎么总是这么冰？正常啊，一直这样。我将手和腿贴在他身上，身体迅速回暖。人与景一声不吭，只是有些喘。那会20出头，都是学生，做不到完全坦然的弹性。直到一次夜里我忽然惊醒，发现是人与景从身后抱着我，抱得太紧，差点把我勒得呼吸不了。微凉的牙齿咬着我后颈窝，混着湿润的舔舐。我从脚红到头，不敢吱声，也不敢动。不知是谁先喘了一声，我呼吸一乱，被察觉了异样。他用沙哑的气声叫我小秋。啊！他扳着我下颌，气压吮吻。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，只有眼睛折射出些许光亮。呼吸暴露心事。人与景亲够了，跪坐着和紧我双膝。我对性怀着恐惧与陌生，不敢有实质的进展，只记得腿肉被磨破了皮。恋爱的几年时间里，最亲近也就只有这样了。我默默收回视线，他闭眼靠在座椅上，话音微沙。我出国修了哲学，后来回国开始工作，没有什么变故波折，也没有值得提的东西。你还有钱用？我说，衣食无忧。不错。他轻声，怎么想到要做主播？可能顺势而为，其实是执念。跟他分手后，我就对说话有了执念。正巧，主播的工作需要一直说，一直说。两侧行道树规律地划过车窗。他说，陈初瑶刚才给我发了一段视频。我迅速红温。那天是领导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我借着酒劲演的。演的？好吧，是真的。求你别发给别人。他目光定定落在我脸上。怎么求？空间突然变得很小很小，只剩逼仄的一角。我靠后，脊背抵着座椅缝隙，他掌心顺着脊骨一节一节往上探，脸庞被划过的路灯照得忽明忽暗，唇含吻在一块。我窒息地踢着腿。人与景掀开眼皮，扣腰将我抱在腿上。少跟陈初瑶来往。我喘着气。他跟你不是朋友吗？是。为什么不让我见他？他喜欢拈花惹草。我沉默。那你还跟他玩得好？花不花心是他女朋友要管的事，我只关心他当朋友合不合适。哦，怪。他轻拍我后腰，又问，那笔钱有帮到你吗？帮大忙了。我低声，你为什么撕了原先那张，又重新给我一张？如果非得用钱送走你，那至少应该从我手里出。我开始赚钱之后就一直在补足那200万，想着总有一天要把钱还给你。现在有机会了。
我给你的东西从没指望你选，我也没想到你会选这么辛苦的路。我呼吸紧绷，低声，其实也还好，凡事熬过来再回头看，困难都显得轻微。我已经不为那些时间感到痛苦了，但他一提起，莫名的又让人想哭。路灯一块一块照进车里，又飞速消失。垫在后脑的手抚过发，托住我右脸，有些许冰冷的触感，转瞬被体温暖热。我在混沌中侧目一瞥，以你心思乍然消失得一干二净，只剩迅速冷却的微薄汗意。人鱼井大概是喝多了，半合住眼，很安稳的样子。他眸色不似清醒时平淡，显得黝黑而朦胧。我的承诺还算数，所以要回来吗？我不答，环着他后脑，将他按埋进颈窝后，才敢露出几分崩溃。刚才搁在我脸上的，分明是戒指。我慢慢摸向后腰，触及他手背，游移至指节，无名指，有一枚婚戒。怪不得他生日，朋友送了一堆女士礼物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木然坐着，听见他的心脏混着我的，在彼此皮肉下相撞，与心跳一同激荡的还有愤怒。什么意思？旧人相见，觉得知根知底，想重新发展成情人。司机缓缓将车刹停，换我。小姐，到了。人鱼井松开拥抱的力度，看向窗外，也可以回去住。只闻陌山，你养的花都还在。我盯着他的脸，很想质问，又有些无力。竟然有一秒，我在祈祷他不要坦白已婚的事，那我就可以捂着眼睛假装不知道。我说，你会在家吗？这段时间不会，要出国一趟，大概半个月后回来。好，我说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黑车缓缓引入夜色，半个月足够我清走自己的东西了。我在系统走了离职流程，没几天，陈初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你们部门主管说收到你的离职申请。怎么回事？我抛出早已想好的理由，人鱼井让我别在你跟前晃。对面沉默片刻，爆出一声国骂。我操，这么防着我，我像是那种人吗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算了，我是。他呼呼吸着气。你俩复合了？你辞职以后打算干石模？我说，反正钱也赚够了，自己做自媒体。得，那我确实不好留你了。他抱怨着，记得交接。就这样，等等陈总。我说，有点东西，能劳您转交给他吗？他一读，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？他现在不在，我要回家一趟，估计1个多月才能回来。哦，这样，行，那你抽空送过来。电话挂断，我将支票和选好的生日礼物一并包起，托人鱼井的福，离职流程不必等够30天。接任我位置的主播也是老手，要交接的东西不多。我请李密将礼物送去了行政楼层。离开公司那天，部门给我开欢送会，同事在 KTV 里激情演唱，左右没见到陈初瑶，找上天台，才看见他捏着烟，正在打电话，不方便打扰。我原路退回，身后通话声模模糊糊，听不真切。哟，回国了？不是要带到下周？你爸妈没石模说法？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，真不是哥们，一复合就挖我员工。他辞，不是你让他走的，说要回家把礼物转交给你。将近10点的冬夜，街上人流稀疏，我坐上计程车，报出了地点，资讯提示，约的货拉拉司机1小时后到达指定位置，得先去人鱼井家把我的东西都搬回来，哪些留哪些扔，再慢慢清点。
顺利刷开屋子的指纹锁。房间和我离开时相比变化不大，看得出没人居住，但卫生还在维护。我挨个打开柜子，冷不防被掉下来的毛绒玩具砸了头。一只真纸母鸡，是还没确认关系时，任宇景送的高考冲刺礼物。当时全班都在互送礼物，我不敢收别人的东西。同学知道我手头拮据，怕我为难，索性便略过我。任宇景那天抱着一只玩偶母鸡来，被全班传着揉了一遍，最后胖胖圆圆的母鸡停在了我桌上。我一进门看到那只鸡，气得想哭，以为有人看不惯我，故意羞辱我。谁放我这的？是我送的。任宇景愕然站在一边，少见的露出无措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看见他，火就已经没了，脾气发了半截，像被戳破的气球，只能犹犹豫豫缩回那只指着鸡的手。你送的？我说，谢谢你。我记不清什么时候说过喜欢玩偶，后来才在一个夜晚突然记起。刚入学自我介绍时，我说喜欢母鸡，因为它们很能下蛋，长得也善良。恰好那段时间，国外一个玩偶品牌很流行，任宇景不懂玩偶，托了朋友的妹妹帮忙抢购，费了不小力气，才买到了母鸡款。我没想过他会喜欢我，一个家境不好、口齿不清、只会写试卷的人，很无趣。我只敢幻想某天停电，然后我偷偷牵一牵他的袖口。在班上有许多事不得不和他接触，贫困生补助、学杂费减免表、宿舍水电费免缴表，都和钱相关。任宇景总避免使用相关字眼，将表格给我时，只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填完，但我每次接过表，还是有沉重的自卑席卷而来。我喜欢考试，只有考完试出成绩，我才能抬起脸，因为成绩排行表上，我的名字要么排在他前面，要么紧随其后。一次大型联考后，大家照例鬼哭狼嚎，一边喊着补课白补了，一边来摇晃我，问我从小吃什么长大，为什么不补课还这么犟。人堆里恨不得有8只手对我重拳出击。我不说话，其实嘴角压不住，反复欣赏完排行榜，才心满意足。一转身，猝然贴上了带着体温的校服。任宇景低着头，怔愣。我的鼻子抵在他左胸锁骨下，隔着薄薄的衣料，那寸肌肤被鼻骨轻微压进几分。我下意识弹开，后背撞上墙，脸轰然烫了。任宇景抿抿唇，想来扶我，见我是短袖，又不好下手，只低低说，对不起，有没有撞到？我慌乱摆手说没事。其实我很愿意他离我近一点，整个高中时期我都以为自己在单恋，后来大学各奔东西，他仍旧和我保持着联系。我鼓起勇气约他吃饭，想表白。他下飞机时抱着花，我在接站处晃了神，不敢过去，在人流里晃了10分钟。他皱着眉找到我，松了口气。2个人线上都很热络，见面时却束手束脚。他摸摸鼻子，又反复握拳张开，鼻尖几乎冒汗时，才开口问，何秋，你饿不饿？分开后无数个夜晚，我都靠这些记忆获得慰藉，但现在我无法将它和记忆中的人联系在一起了。我用大编织袋将衣物统统打包，玩偶清点出来也有整整1箱，将用过的过期化妆品清出来，又给地上积了一层灰，整理出的杂物4个大袋子都装不下。司机跑了2趟才搬完，我托助理替我安置行李，又拖干净地，去浴室冲了个澡。距离航班起飞还有3个多小时，该出发去机场了。我站在客厅，环视四面，
终于有了独居的样子。国外的凌晨是几点？我不清楚，大概现在他正陪着家人闲聊打发时间。门被大力拉开，任宇景气息深重，指节扣着门框，青筋暴起。我愣了几秒，不是要在外面待半个月吗？待半个月，然后回来看这里人去楼空。他几步迈进，攥着我肩膀摇晃。何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也想问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猝然拍开他的手，尖声，逗我好玩吗？看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对你深情表白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他呼吸尚未平缓，咬着牙，嗓音沙哑。我有什么错处？我死死盯着他，竟然笑了出来。你父母还好吗？你太太怎么样？他脸色有一瞬空白，迅速回神，抬手看向左手指节，下一秒便毫不犹豫摘下戒圈，扔到一边。我是不是结婚了？你不会张嘴问一句？那为什么戴婚戒？他们给你送生日礼物都是女款。我在国外，已婚的身份会劝退很多想接近我上位的人。可以了吗？再说生日礼物，除了你送的我留下了，其他东西都是往我父母亲人手里递。你难道不清楚？他深吸着气，这个戒指我戴了好几年。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戴着，所以见你的时候莫摘。如果你是因为他产生误会所以要走，我无话可说。但你做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先来找我求证一下？为什么你总是灵光一闪就随便做下事关其他人的决定？我靠在墙边，按着前额，双眼藏在掌心下，如湿一片。我不能来问你。他气急反笑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我在还没见到你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劝自己当三了。不见面，总还留着3分理智，知道顾及脸面。要是争吵对峙，或许我会告诉自己，算了吧，留在他身边没什么不好的，又有爱，又有钱，只是缺点名分而已。但是我上了这么多年学，老师都说我有出息，我不能干插足别人婚姻的事，不告而别已经是我能想出来最体面的办法了。空气寂静，任宇景僵立在原地，看不见愤怒，唯余愕然。他动了动嘴角，用力将我拢进怀里。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别擦眼睛了，以后有事要跟我说，不会让你当情人的。我喘着气，真的。他用指腹蹭进我的脸，按回肩窝中。真的，不哭了。我明天通知家里。但是东西我都打包走了，放你那还是放我这都一样的。我吊平呼吸，瞥见他喉管下被我哭出水痕的毛衫，他半弯脊背替我拍背，很轻地叹了一声。翌日，我被陈初瑶的电话吵醒，任宇景留了字条，说要先去趟公司。我爬起身，摸过手机，悠悠，祖宗接电话了。他阴阳怪气，嗓音发沙，赶紧来公司把给任宇景的礼物提回去。我一激灵，里面还有我的支票呢，要是被其他人提走了，我真的会心痛死。赶到公司时，陈初瑶还没起床，在接待室坐了半天才等到人。她头发糟乱，困意未消。你真是我祖宗，折腾他也就算了，我也一晚上没睡成。陈总，怎么牵扯到您了？我打电话跟他说你要回老家一趟，那边直接螺旋爆炸，说不可能回家。你家在深山老林，一回去就得被打包卖去嫁人。我他妈怎么知道你这么惨的？搞得我愧疚的不行，到处托人查监控找人。好在你还没离境，要是上飞机了，那我把骨头打断了，重接都长不出那么长的手。他脸色扭曲，怨气在被溅出的茶水烫到脚那秒达到顶峰。我赶紧拉开话题，我以为他赶不回来，
按理是回不来啊。他甩着手，将我的礼盒抛过来。从机场到镇磨2小时能够。那崽子半路把司机甩了，自己一脚油门开飞机开来的。他驾照要是12分没扣完，我跟你姓。我接住包裹，潦草瞥了一眼。陈总，您跟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国外上学那会。怎么了？那您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戴着婚戒？装啊，跟同学都说结婚了，我们聚会就不带他了。后来混熟了才说假的，更熟一点了就说自己在国内有个很乖的结巴女朋友。你那天年会一说我就有感觉，拍照问庄丽才知道真是。陈初瑶将我一扫，轻则完全对不上号。难道我眼瞎？我说可能是哦。他眼皮一翻，往后靠在沙发上。得，我在睡会，你们有什么消息都别来吵我。那就不打扰了。我拎着包裹起身告辞。人鱼井的10分钟前发来视频通话资讯，我没接到，想回拨，又看见新资讯。年初公司事忙，如果公开婚讯会有很多额外事务，你觉得先保密可以吗？我心跳一骤，像是回到了站在教室被提问的时候，站立从脚涌到头，对面正在输入中。我目前只通知了在国外的亲友，剩下的，我想你和我一起去当面说。我说，你父母同意吗？我母亲同意了。他松口，其他人也不反对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在公司。这件事要告诉陈初瑶吗？可以，但是他说我们的事不要打扰他。那就先不说。我回过头，陈初瑶的休息室房门紧闭。夜晚的第1盏路灯亮起时，我收到了第7个来自人鱼井好友的礼物。突然拜访又公布婚讯，主人家毫无准备，每个听见都像疯狂的青蛙，一边国骂一边蹦跳。礼物包装袋各异，东西也是闻讯而来的女主人慌慌张张塞进去的。我将东西挨个放好，一字排开。她揉着我指腹，饿不饿？先去吃饭吧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好。等等。我翻转手机给她看，荧幕上是陈初瑶愤怒的头像。一接通，咆哮回荡在车里。你们要结婚，我居然没拿到一手消息。人鱼井，这兄弟做不成了。我默默调低音量，华灯初上。我抓着他手掌，反复摩挲，故人的掌纹里也有了我的命运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